电脑说这个要出头嘛，对吧？但是其实这一压呢，如果真的跟电脑一样这样出头呢，黑棋就爆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吴老师怎么样狙击 AI。如果 AI 呢走在这里，吴老师呢准备呢。Hello， 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假面骑士啊。这个系列我非常兴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学棋的时候呢，就是读了这一套经典《吴清源名局细节》，让我自己的棋艺进步非常的多。那这一套书呢，又是吴老师最鼎盛时期，然后呢，把他自己对局时的所有的想法呢，毫无保留的陈述出来。那几乎每一手棋他在想什么，以及没有展现在棋盘上的变化呢，他都巨细靡遗的说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有阅读这套书的话呢，你的棋艺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。但是没有看这套书的棋友，我觉得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在 AI 时期，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看 AI， 对吧？所以我决定呢，把这套经典里面的内容跟 AI 的一些思维呢，做一些整理。所以呢，这个讲座呢，我把它叫做呢，Katago 讲吴清源名局细节。好，那今天我讲的这一盘棋的对手呢是坂田荣男哦，他是应该说是挑战吴清源里面算是非常厉害的高手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盘棋哦。好，那在当时呢，其实日本的下法主流还是小马步挂哈，就是挂在这个小马步挂的位置是日本古代的下法。但是呢，从这个吴清源开始，他开始讲究这个高位，所以慢慢呢，吴清源的成绩呢也带领了很多年轻棋手哈，就是学习他快脚步的布局。好，那这盘棋呢，这个坂田荣男就选择高挂。好，那这个定时呢是最传统的木谷定时。那普通的下法这个局部呢，就是曾经有一种下法就是这样子走。好，然后黑棋两边连住以后呢，走在这个中央啊，两边都形成立二拆三的好形。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呢，你走成这个形状呢，这个局面就非常的简单了啊，那很不错。但是有很多高手其实没有那么偏爱这个下法，原因是因为这个下法呢，它实力比较损失哈。白棋这两个角加起来有30目，那黑棋呢这个边看起来很宽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只要2路100年以后啊，其实这整块加起来只有10出头目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呢，白棋还有可能从外面掉，或者呢2路潜入等等的手段。好，那在当时呢，其实这个下法还是非常流行的。然后呢，坂田荣男呢实战当中挂在这边的时候呢，吴清源他就讲一件事情啊，他就说这个左边的变化呢，他认为这个断是一个局部的急锁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AI 认不认可啊？在这个局面的时候呢 ，AI 呢下法基本上跟吴老师是一样的哈。刚刚说的这个变化呢，其实跟这个断其实胜率几乎是没有差的。但是呢，吴老师认为这个断的价值呢不亚于这个脱碰哈，所以呢，他这个观点很有意思。但这个断掉以后呢，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吴老师的看法。他说这个断如果黑的长以后白棋叫吃的话呢，那黑棋可以先手打到这一下，那这样子呢，黑棋是不错的。所以呢，黑棋长的时候白棋会退在这里，这是一个强手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黑棋大概有几个思维，一个是左下角先拖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局部就是这个拆二。好，那但是呢，这个白棋如果可以成立的话，他会想要压这个。好，那这个是形成一个局部非常复杂的变化哈。白的如果搬，黑的就有可能断掉。好，然后黑的呢，现在必须要先长气，这个叫吃呢是先手长离气的下法。接下来压在这个地方呢，会把这个真子跟这个真子当做相对点。那白棋如果真子有利呢，它就会拐下来，然后呢把这个边上的黑子呢关起来。那黑棋只要争不掉就崩溃了哈。那实战当中呢，因为黑棋真子有利，那白棋怎么办呢？白棋就只好先断打一下哈，那让这个真子争不掉，所以白棋再跳来这个地方，然后黑棋就打一个，然后现在就无法争子了，就只能提吃。
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边上的配置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哈。那到底呢，这个白棋是能不能够长出气来哈？拐一个再拐哈，然后呢，黑棋必须长。白棋爬的时候呢，如果黑棋松一气的话，那么白棋贴气，那这样子攻杀会变怎样呢？攻杀会变成黑棋气不够啊，所以因此呢，走到这个地方，黑棋必须扳住，但是白棋呢追究黑棋的断点，打一个，好，那这个时候黑棋啊，它必须要叫吃一个再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局部呢，黑棋的气是非常非常紧贴的，如果单退的话啊，会被断在这里。那现在这两子马上要被争子了，这三子也要被暴打，那怎么办啊？只能这样子打，然后顺势跑出来，好，顺势跑出来。但是呢，这个中央这两个黑棋的气实在太紧贴了啊，实在是很难逃出去。如果你胡个出头，白的这个淡淡的一场，这是一个先手，好，那这个争子跟这个碰锋呢是相对点，那这样的黑棋不行。所以呢，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黑棋必须打一个，然后爬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时候，白棋挡在这里，好，然后黑棋扳，白棋立，黑棋粘，好，走成这个样子呢，黑棋的攻杀是有利的，好，所以呢，白棋就不行。那代表什么？代表说这一图虽然白棋很想下，但是呢，很遗憾的是不成立。那也就是这个压呢，被黑棋这个强手一扳呢，反而呢帮黑棋加强。所以因此啊，这个局部呢，吴老师他就在想，那这个形状如果要下出来，那就必须要想办法让争子有利啊。所以从这个地方呢，双方就进入了勾心斗角。好，那实战当中呢，坂田荣男呢，恐怕也是算清楚这里的变化，他选择的是先在左下角定型，然后呢，白棋就选择了一个普通的定时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基本上这里的变化呢，跟 AI 是差不多的。那接下来呢，黑棋就退在这里。好，但如刚刚所说的，是不是这个局部呢是黑棋争子有利哈？那黑棋呢，估计呢也是认为这个左边呢可以下出理想型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吴老师就使出了这个手筋的原理之一，间接准备哈。刚刚说那个直接手段是不是不会成功，对不对？那手筋的思维就是直接来不行，来硬的不行，那我就来一个迂回战术嘛。好，刚刚不是说这个右下角呢，这个争子呢是黑棋有利吗？那如果在右下角先做一些准备工作，那岂不是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使出这个强手了？所以呢，吴老师就选择了这个一间高挂。以局部来说，这个一间高挂呢是比较损失实地的下法，它不是局部最常见，甚至你也可以说它不是最佳的下法。但是呢，这步棋的特色就是，如果一旦呢可以在右下角连续下两步棋的话呢，这步棋反而变成是相当严厉的一手。好，那这步棋的意思是什么？这步棋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黑棋呢在这个局部继续下，那白棋就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呢，连下两手。这个是白棋快脚步的构想。那如果说呢，黑棋在这个局部呢，简单的硬一手，那这样子呢，这个争子黑棋就争不掉了，那白棋就打算要使出这个压的强手。那黑棋现在搬不动了，只能怎么样？只能跳，然后呢，被白棋再藏到这个形状的基锁。哇，那这样的整个白棋的形状就非常非常的饱满，而且呢，对这个上边的发展力啊，跟刚刚相比呢，就差别非常非常大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白棋它的构想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步棋其实就充分显示出吴老师他的灵活多变的构想，他并不会在不行的地方就傻傻的选择比较吃亏的下法，他反而会用全局的思维去想说，那我有没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先做一些部署，然后呢，在全局的时候呢产生一些有机的联系。好，那坂田荣男呢，虽然说很年轻，但是呢，他的一个特色就是计算非常非常的精确。虽然构想上他没有吴老师这么的灵活多变，但是呢，他对于局部的计算还是很清楚。所以实战就是打一个打一个。你看他这个地方下的其实跟这个 AI 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下一步棋呢就没有下这么精准，就是拆回来。好，但是整体来说呢，这个坂田荣男还是下的挺好的。然后吴老师就走到了右下角这个双挂，
这跟 AI 差不多啊 ，AI 选择的是低挂，好，这两步棋差距目数上是连半目都不到，所以基本上呢，人类的这里的下法呢还是没有太糟糕的哈。好，煎出来，好，这个煎出来呢，哇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AI 的这个评比啊，这是几乎是被淘汰的一步棋了哈。这个煎出来，我们认为是一个必然的一手哈，但是呢，这个至少亏了一目棋。那以胜率来说，如果说是分先棋呢，就掉了接近 20% 哈，从 43% 掉到了 20%。可是从这个地方，我们也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 AI 的局面把控能力真的太强了。对他来说呢，只要损失一目棋啊，这个赢棋的几率竟然会从 43% 降到 27%哈，降了大概 15%。好，所以呢这个也是叹为观止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必然一步点33啊，点33，然后呢下一步棋实战当中板正呢挡在这边，好，这两步棋的差距并不大哈，那大概就是只差0点几目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实战怎么走。我们看这个地方的局部变化有没有跟 AI 一样啊 ？AI 呢，它是认为这个局部要搬在2路啊，实在压在这里呢，大概损失一点点啊，损失一点点。好，挤住这里一样，然后黑棋搬啊，这里下的一样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局部啊很有意思，就是呢马上立下来是这个棋形的要点。好，这个立下来呢，白棋的胜率就已经来到了 70%， 以分先来说。但是如果这盘棋是让先的话呢，其实黑棋还是优势的哈。在当时，主流的下法是没有贴目的，应该是说贴目是时代的产物啦。当时围棋还是比较传统，就是猜子这样子，然后有手合的。好，那这个局部如果立下来这么严厉的话，那代表说这个形状其实被淘汰是有它的道理哈，就是都已经花了这么多棋子来包围这个白棋，但是竟然还是会被白棋逃脱，而且竟然还蛮严厉的。好，那吴清源呢，他其实有在这个地方讲到，就是这个立下呢是局部的次一手哈，但是从全局来说呢，他比较看重的是这个上方，他觉得这个挂这个是第一杆啊，挂这边是第一杆。但是呢，他觉得这个黑棋会在右边布阵，然后他觉得这个地方呢，黑棋有弱点，如果让黑棋在这个地方布阵，其实对黑棋来说是蛮好的。虽然说看起来呢，白棋在上面的阵势呢是很宽广的，但是呢，黑棋准备了一手这个跳家的一个好手。这步棋呢是双方模样的消长点，他觉得有了这步棋呢，上边的白棋的空啊，跟左边相比其实好不了多少，但是呢，让黑棋加强右边，他觉得好像这个布局的构想呢是不是那么理想，所以他实战当中选择挂这一边。那我们来看 AI， 对 AI 来说呢，他觉得基本上都差不多啊，这两步棋呢就是差一点点，但是呢这个局部这个力很大。实战当中吴清源挂了一下，然后呢他拆来这里。好，那这一步棋呢，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黑棋的胜率大概还是 35%， 最佳找点目前看起来是这个局部加强 35%。如果立下来的话呢，这个黑棋的胜率呢会掉到27啊，大概盘面领先4目。我们看一下这两步棋大概差多少，大概差了接近2目棋啊，所以呢代表呢，以吴老师来说，以吴清源大师来说呢，这步棋算是吃亏稍微大一点，应该是这样讲，他局面还是优势，但是少数呢他没有下在那么锐利的地方。好。实战当中呢，坂田荣男跳在这里，好，那这一步棋呢是一个问题手哈，右下角这个问题蛮大的，这个板黏很重要哈，这个地方板黏完呢，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整个白棋也变薄了，好，这个白棋变薄，这个黑棋从这边挂过来呢，不但可以攻杀白棋的这个右下角，而且可以顺势把这个白棋下边呢给破坏掉，所以这个板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棋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知道说刚刚这个电脑一直在强调这个立下来嘛，其实这步棋是除了可以狙击黑棋以外呢，它也呢在攻击白棋右下角，好，所以它是一个双方强弱的一个急锁。所以实战当中坂田荣男呢错过这个机会，跳在这里以后呢，再也找不到机会了，因为吴清源马上就立下来，好，所以呢对这个局面的理解啊，吴清源还是比较厉害的。好，这个局部呢，其实黑棋基本上已经难有应手了，如果挡住的话呢，这个白棋就一般。啊，这个一般，那黑棋就不行了。所以实战当中呢，坂田荣男碰在这个地方，这也是一个手筋的思维啦，就是既然呢直接不行，那我就间接加强嘛，我看能不能够阻断这两个白棋跟这个边上的连接，然后呢再回到这个板黏。好，那这个是黑棋的思维。
那实战当中，吴清源就搬一个打一个，好，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弃子战术，因为黑棋这2步棋呢，基本上呢是非常非常损的棋啊，自己走成了一个鱼形，目数基本上没有增加，但是让白棋的这个拆三呢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补强啊，所以实战呢，这个吴清源呢，这个1年呢，这个局面就已经胜率超过 70%。虽然说电脑一直认为呢，这个局部啊，认为这个局部应该要这个搬过啊，这2步棋呢，大概差了1目棋多啊，1目棋多。所以整体来说呢，吴清源呢，在这盘棋，应该说下的没那么理想的棋呢，就是对于这个右下角的车击哈，对于右下角的车击。但是呢，他有说过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车击呢，他有看到，那只是呢，他下的时机呢是比较迂回的那一种啊，这也是吴清源大师的一个特色。好，那实战呢，白棋连，黑棋碰在这里啊，碰在这里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其实黑棋的局面就已经不行了。以让先来说呢，现在盘面都已经不太好了。那吴清源呢，接着就开始定型了，飞这个，然后从这里飞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吴清源的定型怎么样啊？他这个电脑认为呢，这里最好的呢是右下角啊，继续攻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右下角会变怎样，搬一个，然后黑棋只能打，白棋打这个，黑棋来，然后呢，哇，直接断在这里，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步。黑棋现在这块棋只能长出来，然后局部的攻杀是立下，白棋吃，然后黑棋出头，最佳出头方法在这2个，选一个好了，然后白棋拐一个，黑棋现在是不能粘吗？这个比期是怎么样呢？如果粘，这个黑棋就死光了，所以代表说走到这个地方，黑棋呢基本上右下角已经全部阵亡了，白棋就取得局面的优势。OK， 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手段啊，非常严厉的手段。好，那吴清源呢，没有走出这个棋啊，没有走出这个棋，他实战走的是下边这个比较宽松的这个大飞。好，那这步棋呢其实也是一个大长了，一方面呢它是扩大下边，另一方面呢，刚刚说这个打入呢是对这个右下角的白棋呢是有一些威胁性的，所以这个也是有个间接补强的作用。好，那实战当中呢，黑棋呢就打出胜负手了，现在局面已经不太好了，打在这里，然后白棋选择的是刚刚说的这个手段搬一个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变化怎么样。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现在的最佳着手已经变成这个夹了，变成这个夹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断会怎么样？这个黑棋开始有一些变态的手法了，拱出来，但是看起来也是黑棋不行好像这个黑棋崩溃了黑棋崩溃了。所以这个局面下，其实好像白棋怎么下都行白棋现在好像断掉的话，黑棋就不行。实战当中，白棋选了一个比较稳妥的下法，它是夹一个，然后呢渡过，渡过，然后黑棋呢把这个断点补起来。然后呢，白棋接下来呢，现在局面的那个胜率已经来到了 95%你分先棋来说，基本上已经买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盘面已经领先快一个贴目了这个对于分先棋来说，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。那对于让先棋来说呢，其实胜率也是非常高的，因为领先一个贴目。实战当中呢，吴清源也是下的方向几乎跟电脑一样飞在这里，然后跳一个。好，那这步棋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。AI 呢推荐的下法是这个地方跳，这个地方跳，或者呢在这边定型这大概就是盘面呢领先个5目棋左右领先5目棋左右。那实战呢，吴清源的下法是飞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飞呢甚至它的目数领先的比 AI 推荐的更高。那这步棋呢是AI 认为可以赢比较多，但是他可能胜率不是最高的，因为它的风险大一点。所以吴老师呢，在这个优势的局面之下呢，其实还是追求非常非常强烈的手段实战呢飞在这里。接下来进入到接近战的时候呢，
吴老师的下法几乎呢是跟机器人一样准确啊，就是黑的飞，白的虎，然后接下来黑的拆二，白棋呢接下来的下一步棋呢尖在这个地方，这步棋呢跟 AI 不一样，但是呢我现在稍微讲一下这个吴老师他的意思啊。这步棋呢，他一方面想要缓解这个跨段，另一方面这个尖呢，它狙击了这个飞锋，所以呢，它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棋。好，而且这步棋甚至在后面呢，还让电脑出现盲点啊，出现盲点。好，实战当中，坂田飞在这里，那吴老师认为这是一步呢非常非常有问题的一手，他觉得应该要跳在这个位置，他认为应该跳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出头。好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下一步棋呢，这个飞，好，这个飞是一个好棋。黑棋正确的手顺应该是尖顶在这里。好，尖顶在这里以后呢，因为这个尖顶是先，这个顶是先手嘛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棋形的急锁。一方面呢，破坏白棋的连接；一方面呢，加强自己的眼位。这步棋交换完以后呢，再回到这个档，好，这才是正确的手顺。实战当中呢，单档被吴老师下一步棋走得非常非常的机敏，并在这里，哇，这个是跟 AI 一模一样的一手，几乎是局部最佳招手。好，这步棋一并下去呢，这个黑棋就很辛苦了，因为这个局部就不活，而且呢，白棋非常稳妥的连接，变得非常非常厚实。黑棋现在呢很痛苦，他只能从这里跳出来，然后白棋这一压就已经双杀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电脑怎么下？电脑说这个要出头嘛，对吧？但是其实这一压呢，如果真的跟电脑一样这样出头呢，黑棋就爆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吴老师怎么样狙击 AI。如果 AI 呢走在这里，吴老师呢准备呢靠碰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靠碰以后，黑棋很难办，只能退。吴老师说继续冲，你再退，我就再冲。好，你有没有发现黑棋现在呢已经输了10几目了？好，刚刚呢我们在看这个地方的时候 ，AI 认为呢这个长出来呢是在损失局面落后6目啊，5.8目。但是呢被吴老师这样一碰以后呢，哇，这样子退一退以后呢就很惨了，甚至已经要输20几目去了啊。好。所以这个就是吴老师刚刚说这个尖的狙击啊，他为什么说这个坂田荣男这个飞是个问题手啊？就是因为这个棋形不正，所以吴老师的这个嗅觉很敏锐啊，他一直看到这个靠碰，所以他这个局部的定型方法都一直瞄着上下2块黑棋的弱点在做文章。但是呢，这个局面坂田荣男下的也比卡塔沟还好，他有看出来这个靠碰，所以呢，他实战走了一个应急的手段，就是夹在这里。好，夹在这里。那这步棋呢，让这个靠碰呢，就没有办法切断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急先手。虽然说帮白棋加强阵地，但有什么办法？如果跟卡拉沟一样这样长出来，被吴老师这个手筋一碰啊，全部死光，就已经 GG 了哈，输快20目去了。所以呢，坂田荣男哇，这步棋也下得比 AI 更好。他走完以后呢，才从这个地方出头。他选择的是这个。跨碰啊，基本上跟 AI 下的胜率是差不多的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靠碰完这个局面呢，白棋的优势已经扩大到差不多10目棋了啊，在这个电脑的眼中。好，所以我们往下看一下，好，这盘棋呢，最终呢，就是在这一连串的攻杀之后，白棋攻击取利啊，攻击取利。我们快转到这里啊，这里又形成了一个打劫啊，这个打劫呢，吴老师的算路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啊。那关于这盘棋的后半段呢，我们在下一集呢跟大家讲这个最精彩的中韩大战。